此人虽满头银发，却面色红润，凭借一根龙骨杖对敌，此杖蜿蜒不平，犹如老木，虽外表与普通木杖无异，却坚如铁石。天下间没有兵器能将其斩断，打遍天下高手，纵横无敌。可谁又知晓多年前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马夫，依仗着到来的绝世神功五祖童子功，仅仅练成前3式便已无人能敌，不但可永葆青春，刀枪不入，甚至能够穿炉不死。只是虽掌握此等神功，秘籍的后2式却是几张白纸，这也成为了他的一处心病。当年童子功引来众多侠客争抢，为免他人学成铲除自己，方日龙遂自立门户，创建通天寨，招揽5大恶人，号称龙骨五鬼，手下喽啰不计其数，遍寻江湖，为他寻找童子功的下半册。他的首要目标便是归隐多年的名宿太虚上人。太虚上人早已封建多年，不问世事，见方日龙咄咄逼人，只好命女儿取来封存宝剑。五鬼率先攻来，欲要试水，却见太虚上人拔出佩剑，宝剑沉积数年，依旧熠熠生辉，纵横连斩，无人可以近身。纵使五鬼皆是身手不弱，依旧接连被击飞，狼狈不堪。见此，方日龙决定亲自动手。他修炼童子功，功力奇高。再者，太虚上人终归年事已高，腾身交错间使出一招游龙戏浪，太虚上人便已命丧当场。随后，太虚上人的女儿惨遭杀害，妹妹小珠被五鬼随意丢出，方日龙更是丢出飞刀，刺在对方徒弟手背后，扬长而去。转眼数十年过去，龙骨五鬼依旧恶性难改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，不仅要当众欺辱妇人，更是蛮横出掌，将其丈夫打伤。此时，一魁梧男子走入客栈，斗笠遮面，气势不俗。丈夫别无他法，请求汉子出手相助。眼见汉子点头应下，五鬼立时起身呵斥，却见汉子腾身避开几人兵刃，随手为妇人解穴。待夫妻2人离去，依旧安然稳坐，视五鬼如无物。接着一口浊酒入喉，运足内力骤然喷出，劲力如剑，瞬间将几个喽啰洞穿。五鬼立时认出此人乃是喷水金刚。五鬼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面对几人群攻起来，金刚却是兀自不慌，身向围攻，依旧游刃有余，凌空一掌击飞数人，剩下的五鬼也被他打得人仰马翻。随后双臂一展，以雄浑内力牵引桌椅，凶名赫赫的五鬼在其手中如同玩物。此时方日龙赶来喝止5人，见金刚实力出众，上前攀谈。金刚随手一招捏来酒坛，内力牵引下，酒液自行落入杯中，随后抱起酒坛仰头痛饮。不管方日龙如何询问，金刚毫不理会，只顾吨吨吨，只字不言，随手付了酒钱离去。方日龙并未在意，如今多年过去，童子功后2式依旧未能得手，遂指使五鬼闯入擎天武馆，借着比斗之名肆意打杀武馆弟子。如此，馆主莫干生虽已抱病在身，却也只好出面对峙。他一眼便认出方日龙正是多年前为自己牵马的马夫，如今却仗着童子功肆意妄为。方日龙声色俱厉，要他交出童子功的后2式。可莫干生若是有后2式傍身，又怎会让他如此嚣张？眼看今日之事难以善了，莫干生命管家取来佩剑，就要拼命。可他如今恶疾缠身，未过数招便已气力不支。方日龙存心戏耍，施展童子功第1招游龙戏浪，反手一杖敲在莫干生头顶，随即旋身而起，使出第2招恶虎跳墙，一杖便令莫干生呕血不止。方日龙正欲使出第3招将其结果时，金刚随之而来，挺身拦下，拔剑想要领教童子功为例。既然他想做替死鬼，这第3招飞燕追灵便让他代受。龙骨杖携带莫名巨力，只一招便令金刚砸出个人形坑洞，其中威势可见一斑。方日龙正要痛下杀手，却被白衣女侠阿燕现身截住。阿燕抬手一掌送金刚离开，召来剑鞘将金刚的佩剑收回，接着与五鬼稍作周旋后提身离去。方日龙气愤难当，却无可奈何。不过他不会放弃追寻童子功，这次又盯上了定远镖局。五鬼大肆出手，将镖局车队拦下，追问镖头童子功下落。见五鬼来势汹汹，镖头自知在劫难逃，抬手与五鬼比拼内力，反倒是自己口吐鲜血。此时金刚再次现身拦下，转而叫镖头带人速速离去。五鬼各占一方，结成阵势，却依旧拿他不下。
金刚随五鬼腾身而起，须臾间便在五人手背留下剑痕。这时方日龙乘轿而来，见他屡次与自己作对，挺杖杀来，而经过交手，金刚对童子功的招式已有所了解，即便方日龙使出前2招，也不过是受了轻伤，可他的童子功还是难以企及。方日龙施展飞燕追灵，被其一杖敲在后心，当场重创昏厥过去。就在方日龙欲下杀手时，旁观多时的阿燕及时挡下，带着金刚飞身离去。郊外破庙中，金刚伤重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中依旧大喊要破解童子功。见状，阿燕赶忙将药端来为金刚服下，却在盖好被褥时，无意间发现其手背上的疤痕。待金刚重伤出狱后，阿燕提及当年往事，两相印证下才得知，原来金刚就是太虚上人的徒弟，而阿燕就是当年的小猪。两人各自被高人收留，练就绝学，如今终于重逢，喜极而泣。两人经过分析，方日龙的童子功只有3招，想要破解，必须用苦肉计将童子功的招式摸清，才能攻城。就在五鬼再次出手袭击邢府之时，师兄妹联袂出手，五鬼立时如土鸡瓦狗般被击破。金刚随手一掌击飞老大，拍出铜鼎将其按在墙上，下了战书让五鬼代为转达。隔日，金刚率先闯入通天寨，如同虎入羊群一般，将一众喽啰迅速解决，接着对战五鬼中的2人。阿燕随后而来，将另外2人拦下。五鬼本就不是金刚的对手，少时便被他一脚踢在墙上，结果1人。随后提起脚边长刀，瞬间击杀另1人，接着迎向五鬼中最后1人。这人使得脖间念珠当作暗器，迅即抛出，却被金刚以斗笠接下。反手抛出，正中对方面门，而阿燕也将自己的对手解决。爪牙尽死，方日龙终于下场。童子功威力无穷，任凭2人合力也不是对手。阿燕被一杖打在石壁上，金刚也被其掌力轰在树杈上。方日龙质问2人为何执意与他作对，换来的却是2人更为猛烈的进攻。少时3人腾空而起，2人一招斩下，方日龙却用金蝉脱壳之法逃脱。再者，童子身刀枪不入，任凭金刚持剑刺出，也毫发无损。2人别无他法，只好将内力灌入方日龙身体。虽依旧被其反手击退，阿燕却在误打误撞下发现其双耳便是弱点所在。趁着方日龙与金刚拼杀，尽力宣泄，身陷土中之时，阿燕趁机一剑洞穿方日龙双耳。哪知其内功已破，却依旧不死，反手甩出断魂指击中金刚。阿燕想上前补刀，却被方日龙劲气所挡，好不容易突破气墙，却同样身中断魂指。方日龙口吐鲜血，自知大限将至，再次询问2人身份。金刚拿出当年的飞刀丢出，方日龙这才明白他是太虚上人的弟子，心中执念让他还想看看童子功。岂料秘籍在血水浸湿下，后2式竟显现而出。方日龙当即大喜，双掌散发出全部功力，牵引巨石想要砸死2人，却因内力不抵，反而向方日龙砸来。这个作恶多端的老魔终于魂归地狱，而金刚2人相互搀扶，去寻高人解毒，也不知最后能否留得性命。